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3选手线下聚会再次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限定惊喜仅朋友可见。喜剧变了，现在这样就很炸了。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找机会讽刺我。我本来以为谣言可以止于智者，但没想到谣言传播于智障。清苍天，辨中间。他终于说出来了！哦，我一快疯了。这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病啊！鸟鸟支持他，我觉得你可能也创造了一种文化现象。Put your hands up！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各位回到《臭秀和他朋友们》第3季，欢迎各位。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总决赛抢位赛，比赛仍然在继续。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这一路来稳扎稳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校园经历，掌声欢迎林琛。林琛，好嘞。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林琛，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个大专生，就是学习不太好，但事业运还可以。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份那个全职的工作，刷单。短短的几个月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受害人。我当时在学校那个兼职群里面有我非常信任的一个骗子。说是我学长，他说只要我们当时跟着他干，到大4就能买车。我们没有大4。但我当时很相信他，因为跟着他确实挣了100-200块钱。他也说我可以做大项目了。然后那个群里的刷单老师就发来了一个冲300返400的任务。我一看不对，我说我不做这个，我没钱，所以我想多挣点。我要做这个冲500返600的任务。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冲300返400跟冲500返600都是挣100，真的很容易反应不过来的。你们没上过大专，你们不知道。我这个需求发出去之后，对面5分钟没说话，发了一个捂嘴偷笑的表情，又撤回了。过了5分钟跟我说可以的，家人。然后做完那个任务，钱就显示到了软件里，但提不出来。他说没关系，你这个信誉分不够，你得做够3000块钱大额单才能体现。但没关系，这个钱老师帮你垫付。然后就发来个视频，说只要跟着视频做就能有钱。我点了点头，摇了摇头，张了张嘴，眨了眨眼。我开通了花某贝。我说这是老师给我垫付的吗？这不是马老师帮我垫付的吗？我2000块钱额度直接梭哈，紧接着就接了个电话打进来，说你好，你是不是在刷单？
我说对，充500返600。他说我是国家反诈中心。我说那也不能便宜。他说我们这是预警电话，你不要再往里投钱了，兼职刷单都是骗子。我心想这个我知道，很多事儿兼职就是干不好，所以当时我是在全职刷单。挂了电话立马就看那个群，我发现那些骗子都退群了，但退群之前把群主转让给了我，还拉进来一些新的同学。我说什么意思？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现在凶器上面沾的是我的指纹。那些同学艾特我说发任务吧，老师，还发任务，警察都要出任务了。我去报警也不知道咋说，我说我是一个刷单群群主。他说你来自首。没办法，就把上头的内容全都跟警察叔叔说了一遍。我在他的脸上又看到那个捂嘴偷笑的表情。回到学校，辅导员也把我叫过去，说林晨你是不是刷单了？我说对，水很深，别打听了。他说辖区派出所已经告诉我了，让我们加强反诈宣传，我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被骗了。我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那就好。回到宿舍楼下，我发现我被骗的横幅已经拉出来了，虽然上头没写我的名字，但是写了我的专业，我的年级还挂在我宿舍楼口。同学们都玩过海龟汤，很快就猜到是我了。关键那个横幅上也不写清楚我是怎么被骗的，就纯透露我个人信息。同学猜到是我之后过来问我说：“林晨，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裸聊的？”我说：“好女不刷单，好男不裸聊。我是刷单被骗的。”我跟他澄清完之后，我本来以为谣言可以止于智者，但没想到谣言传播于智障。后来班上就开始传说我是一个坏女人，说我不止被骗了一次，说我先网恋再刷单，然后裸聊，最后裸贷。我说哥们儿这么不爱穿衣服吗？我早知道就拉他们下水了，因为我当时挣了100-200的时候，他们想加入，我拒绝了，我说不行，华尔街只能有1匹狼。现在看来宿舍里只有1头猪。但是反而我是保护了他们，他们不但不感谢我，还阴阳我。我一回宿舍，他们就在那儿，哎呀，小巴菲特回来了。我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孔乙己脱下了脱不下的长衫，巴菲特吃不起巴菲特的午餐。后来他们终于把那个横幅撤了，我本来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结果打开手机一看，发公众号了。虽然上头没写我的名字，但还是那些信息。我找到辅导员，我说能不能帮我把信息模糊一下？他说可以啊，那你愿不愿意来我们反诈讲座分享一下被骗的经验？我说我不去。他说你当时不是被扣了5分学分吗？你过来给你返6分。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上开放麦，一个梗都没有，炸了。但我当时是去反诈的，我当天讲完了之后，那个炸了，谢谢，炸了。我还打雷啊！就当天讲完了之后，老师还准备了一些物料，把我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分发给了同学们，还弄了一张最大的贴在那个走廊上，说让大家看一看骗子的骗术。没人想看骗子的骗术，全都在看笨猪的回复。有一整页的绿色气泡都在问：你们还在吗？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的钱呢？真的，有的同学看完了之后还拿着那个物料过来跟我合影。我说怎么还有 SD 环节？我讨厌刷单，就那个走廊的墙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挂在那儿。那个走廊，我在这头，牛顿和爱因斯坦在那头，一整个走廊就是一个人类智商上下限的 B 区间。听不懂这个梗的，有机会挂在走廊上的哈。我觉得我不配挂那儿，人家爱因斯坦下面写的什么1879到1955。我那下面写着2000到3000，
乍一看这人怎么活1000多年？真的被骗太屈辱了，因为你被抢钱、被偷钱，大家都会觉得哇，受害者好可怜；但被骗钱，大家都会觉得哇，笨猪好笨。而且我被骗得很没面子，因为我知道骗子有那些很高超的骗术，什么精妙的剧本，什么 AI 换脸、AI 这那的，都没给我用。有好东西不拿出来，他们不尊重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一直用我做宣传，我就问辅导员，我说辅导员，咱们这么大个学校，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刷单被骗吧？对吧？你说话呀！你骗骗我。所以就我感觉上学的时候就好好上学吧，因为毕了业我们有的是时间上班和上当。就算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会错过。谢谢大家，我是林琛。为刚刚受骗的林琛投出手中可怜的一票。来，倒计时。大家发现了吗？老天真的眷顾长得好的新人。哦，上一个迎来大雨，被大雨打扰的是冯子豪，然后现在林琛演着演着突然开始下大雨，而且打大雷，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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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啊！头一回来啊，脱口秀，咱们最后再说说，哎，说几年了？感觉全职的话是1年半，然后加上前头是3年，应该。你看，因为以前感觉好像要经历好多年才能到总决赛，对殿堂级别。你看，一代新人换旧人，我觉得了不起，加油！希望更棒。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我觉得林琛他这种就是说一个事情娓娓道来，然后在中间又插很多就很好笑的一些段子啊，一些笑话，反正非常非常吸引我。而且他那些梗都特别可爱，你听着吧又想笑，觉得这个人那么可爱，这脑子那么想。对，谢谢。林琛作为新人在舞台上非常稳，他的讲述的能力、文本的创作的能力，然后呈现的风格是他不慌，然后刚才那突然的情况出现，他很稳。我觉得现在林琛唯一需要再去精进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更加鲜明的一个形象，这可能跟时间有关。但我觉得你所有的技能你完全都具备。谢谢老师。我也觉得林琛可以把任何一段经历讲的每段有一个稳定的梗来收住它。新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但我想我自己还想听多一点你对受骗的心理的分析，就是不只是外部环境上，因为其实诈骗的受害者和受抢劫的受害者心理是不一样的嘛，就更会多一些自我否定和羞耻感。我觉得你的气质又比较内敛的，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分析的再深入一点。我觉得是有一段我给删了，那我们能听听吗？就大概我当时看的那个场景，就像是电影里那种他们在看一个通缉令，然后我冲上去拨开人群撕下来说你们都别看了。然后他们就在那儿，哎呀，就是他，就那种感觉。哦，你在说什么？该闪。哦，还是很明智。这个和这没关系，根本是。好了，判断很。来，我们现在校团的4灯是都在的，那肯定啊。来看一看你得到的票数是。留下来。哇！我直接走，拜，加油！我怕我没有机会。来，瑞瑞进入到等待区，恭喜林琛。你太棒了，林琛！进不了，太棒了！在林琛进入到抢位区之后，目前抢位区分数最高的小齐，恭喜小齐成功晋级，进入到总决赛。好了，加油！谢谢。
拿下总冠军吧！飞般的奔跑，飞般的奔跑，赶紧吧，赶紧！心态还行，刚飘有点难受。下一位演员朋友，哇哦，好辛苦哇，漂洋过海来逗你，欢迎张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2023年的一个晚上，我人生第一次报警，不是因为刷单啊。当时我住上海，有人在我家楼下门口的便利店喝酒，喝酒声音很大，他们一直在吵，大声聊天，把我吵醒了。我是一个对我自己睡眠质量要求非常高的人，我当时被吵醒，大概是在快速眼动周期。如果你知道这个周期的话，那说明你年纪也不小了。就是你的眼睛会在你的眼眶里面来回转，我的眼睛特别像骰子，我脑袋特别像骰盅。我当时被吵醒的时候，大概是开。你感受一下这个幽默啊。当时我被吵醒了，我想等他们走，但他们越喝越大。他们每次进出便利店的时候，那个欢迎的音乐都会反复响起来，滴滴滴滴滴滴。你知道是什么便利店吗？反正我想问候他们。平常听就滴滴滴滴滴滴，当你很困的时候，它听起来是滴滴滴滴滴滴，进进出出的门都关不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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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有人脑袋被门卡住了。我很理解他们，好吧，我完全不理解。这是我第一次报警，报的乱七八糟的，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喂，你好，派出所有什么可以帮你？我家楼下有个便利店，然后有人一直进进出出的，然后那个音乐就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对面警察，什么意思？你想换歌？我每次说一些蠢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别人在背后议论我。我猜派出所那边应该是你想换歌是吗？啊什么？不知道，有人用旋律报警。什么旋律？你自己听听，对吧？还跑调了，还在唱。您是想说扰民是吗？哦，好的好的，地址是便利店。就以我给的信息之少，我猜他在那边，他只能跟着同志们注意一下。我们有一位小市民，他的睡眠无法得到保障。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大家注意一下，马上查出是哪家店，然后我们直接喂。这些都是我想象的，他们有没有聊过，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是这样。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报警说有人扰民，你最好可以确定警察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扰民。我当时眼睛电话一挂，眼睛一闭，我就进入快速动眼了。我听见楼下那哥们说我叫车了，我直接开。哎，你们现在不能走啊！你们现在走了，我算是报假警，很严重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5分钟前我还说我看你们怎么收场，他们收场了，现在我没法收场。我看你们报警，警察来了，他肯定要带走一个人呢。那不是你的话会是谁呢？就好像你家空调坏了，然后你说你找师傅来修，然后师傅来了以后，那空调又好了，然后我只在那地方然后师傅走了以后，空调就滴滴滴滴滴滴。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报警之前他要先喊一声我要报警，因为你喊一声他们不吵，你就不用报警了。你要是不喊直接报警，你只能祈祷他们一直吵。一旦他们不吵，我就没招了，你知道，我不能打开窗户，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 ，make some noise。然后警察来了以后 ，put your hands up。没有办法，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安静有序的撤离，安静的都有点刺耳了。我说那怎么办？要不我打回110吧。但是我要怎么跟他说呢？因为我只知道怎么让他们出警啊，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们撤退。
收队。电话一接是另外一位警官，我又紧张了，我说，行动取消。好像是个卧底。我说刚刚报警有人扰民的，他说哦，我知道那个便利店对吧？他们果然撩我了。我说是，他说警察已经过去了。我后来才查到，你直接跟他说情况解决了，你就没有问题了。但当时我不知道，他说警察已经过去了。我说那你让警察路上注意安全。电话一挂，怎么办？要不我现在搬家吧。我凌晨3点想出了人生中最棒的一个办法，我说要不我自己下去坐着，假装那个扰民的人，因为他又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通过举报我自己来保护我自己，搬起法律的武器砸自己的脚。他来了以后，我就道个歉，对不起，然后麦克风，然后警察，最后我没有执行这个计划，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反射的红蓝光，我就知道他来了。他来了以后，我想等他走，他没有，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喂，你好，我已经到了，这里好像没有人扰民。”我说：“你确定吗？”我问警察，他确定吗？他说：“我确定。”我说：“那他们可能是已经先走了。”他说：“好的，那请您对我的出警做出评价。”我说：“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他说：“等会会有机器人给你打回访电话，你跟他说。”你们有没有辗转反侧等过一个机器人的电话？事情解决之后，我感觉长舒了一口气，但我又很后怕。我觉得幸好我没有下去坐着，因为如果我在便利店门口坐着，那个警察就很有可能在我的面前给报警人打一个电话，而那个报警人会在他面前接起这个电话，那场面就像是我打了一辆警车来接我。啊，喂，你好，我到了。哦，你到了是吧？是那个闪着红蓝光的车吗？哦，好好好，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好，我先挂了哈。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就是刚刚这个地方真的有人在扰民，但是他们先走了，那你下来干嘛？我怕你来了没人接你。空气非常安静，只能听到一阵打脸的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我讲完了，非常感谢你们。下一个，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张俊。张俊这次有一个变化，因为之前大多是偏观点类的嘛，啊对对对，然后这次就变成了一个故事类的。是因为我没讲过，然后这个是我现在唯一有的一个段子，我就想试一下，看能不能讲个纯故事。可能是我个人啊，我没学出那滴滴滴滴滴滴这件事儿，要到打电话的这个。哦，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很吵，就是他们本身很吵，不是只是这个声音，你知道吗？对对对。哦。就显得那显得我挺刻薄。所以我说听个这门铃儿是，因为那个鲁豫老师，我们下楼的时候还跟我说，我们每回那个这儿那下楼都是滴滴滴滴滴。哦，我一快疯了！我今天劝大老师跟周深老师说，你们都把歌捐给这电梯吗？因为电梯每天放同一个肯尼基的那个。滴滴滴，可是我的歌滴滴答滴滴答是一样的呀，都是滴滴。换汤不换药。你的歌容易像个可丽个。对。我觉得故事型的段子还是挺难写的吧，尤其到梗的地方，如果是文字梗的话，如果它有效果，它就有一个基本的效果；但如果是用表演来出梗的话，如果节奏稍微长了、短了，就会信息量不够。是，我明白，因为今天是我懂。但我理解，我也写过不好笑的故事。不好笑啊！不是，我知道，我也遇到过写作的困难，是这样的。可以，你看看，不是，那个还不知道你怎么样呢。啊，杨洋老师，你后面2句的解释非常乏力，因为你的第1句是脱口而出，并且还用的词是也。我特别理解，因为你观点已经写得很好了，而且也很会找共鸣了，但有时候人就想尝试一点新的东西。
因为我有一个段子是，我感觉他好像只能在后面讲，所以我说我得把这个段子先讲好才行。因为那个段子它属于是，它只能在总决赛那场合讲，其他场合讲都很奇怪。但估计有点难，你知道吗？哇！他中间有2个地方我觉得写得特别好，我个人很喜欢，就是他跟警察局的接电话的警察的对话。知道为什么今天效果没有特别好？大家想象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美式情景喜剧的一集，是，他就非常成立。就他跟警察局警察对话，人说，就是他们在聊我了。他所有的语言的幽默，其实他有一点英语的幽默的节奏在里边。对，这是了。他的幽默，我会觉得电视传播可能会好一点，现场我觉得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就会消解掉一些。因为我不会写特别多文字梗，然后我只会不停地铺情节，然后切换视角，然后来做一些那种品。对于张俊来说，这是比到这一个赛段，愿意做一次尝试，让大家看到更多元的、更丰富的张俊。再次掌声送给张俊。来看一下张俊最后得到的票数是。170，不错了，不错，170。来，张俊要暂时进入到等待区。充满意外，比赛好残酷。张俊，我是没想到，张俊，哎，张俊这篇明显就想挑战自己，用一个比较长故事，一点点的、细微的，他故意把所有观点都藏起来。他明明很擅长写观点，他没有选择去弄，他想给观众惊喜。但是，惊喜就是冒险嘛。我其实不算是节目上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生，我感觉时间不够，然后我不想要在10天之内把这个东西写完，然后放上去，成为一个我想留下一个作品。这是我第5次参加，然后我总是卡在我说我有一个东西我想讲，然后我想留一留。其实现在就应该讲，随时随地就应该讲。我理解他，但我心想万一呢？根据我们的规则，目前又有一位朋友可以晋级总决赛了。掌声送给小武，恭喜小武进入总决赛。恭喜小武！挺好。现在进总决赛的是 TZ 小齐、小武。来，朋友们，下面一位演员要真诚地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他的一些变化。掌声欢迎陈晓静。好有范儿，有范儿。大家好，我是陈晓静。节目播出之后呢，网上有不少人翻出我以前的照片，说我整容过度，没有以前漂亮。我坦白了啊，当年那个就是整的，现在假体都拿掉了，所以网上说我整容脸的人，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不喜欢整容脸，你们就是喜欢整得自然的脸。别紧张啊，我就是想回应一下坏网友。以前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为了摆脱我的童年阴影。我就不想每次回家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看到我就说：“哎呦，长得越来越像你爸啦。”我爸长得像岳云鹏，所以每次别人一说：“哎呦，长得越来越像你爸啦”，我就会跑回房间，躲在被窝里，流下屈辱的泪水，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到岳云鹏哭起来是什么样子。其实有人讨论还是很开心的嘛，我也想参与进来，所以我想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容的经历啊。光说我这个鼻子就够了啊，光我这个鼻子就动过4次手术，都是局部麻醉。我整个过程我的脑子都很清醒，以至于做到第3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手术我会了。
自己弄。接下来，我教大家做隆鼻手术，请做好心理准备，我将毫无保留。首先是打麻醉，就这么长的针，一下从鼻头直接穿到眉心，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让人安心。这些人是不可能违法乱纪的，而且你们在古代应该也经不起任何的严刑拷问。人家还没逼供，你已经画押了。打完麻醉呢，就从鼻孔这里切一个口子，开始沿着鼻骨做骨肉分离。别害怕，刚不是打过麻药了吗？这时候鼻子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是还有听觉，那个声音通过骨头传播，音质特别好，好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脆骨了。甚至有一次，朋友吃脆骨的声音被我听到了，我生理性的流下2行热泪。人家问我怎么了。我说怎么可以吃脆骨？其实以前我是不会说我整容的过程的啊，因为我怕吓到大家。现在说是因为想吓一吓大家。假体已经取出来了啊，其实我前面几个鼻子是没有出现过问题的。对，我的鼻子是有编号的。我的4号鼻子出现问题，完全就是因为这几年身体变差，然后出现了一些很荒唐的后遗症，就是不能喝酒，一喝酒，鼻子会变大。但是我平时也不喝酒，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一天我朋友过生日组局，然后叫了个帅哥过来给我认识，我一看，是真帅啊！我就想着整2口。真的，我就喝了2口啊，我就肉眼可见的看着自己长出了鼻头，而且很明显，那个帅哥也看到了，他就一直盯着我的鼻子在那边欲言又止的。我都能够感觉得到，他在给自己壮胆。喝了几杯之后，他的礼貌也被代谢掉了。他直接问出口了，他说：“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变大了？”真的就是一种排异反应。医生说你抵抗力差的时候，身体会排斥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我就原来不属于我的，是胆小的帅哥。后来我就发现，我的鼻子不仅喝酒会变大，熬夜会变大，情绪不稳定也会变大。匹诺曹都只是说谎，鼻子会变大。这不喝酒无所谓的，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熬夜。结果隆鼻以后，假体竟然要求我作息规律、饮食健康。我一到凌晨2点，鼻子就缓缓升起。提醒我。夜深了，快睡吧。我说不要，鼻子就升得更高了，好像在问我，是不是不要脸了？那我都没有夜生活了 ，live house 也不去了。凌晨12点的钟声一响起，我就得打车回家了。那灰姑娘超时回家，她只是会从全妆变成裸妆，我会现原形。其实不熬夜后面也能做到，年纪大了也熬不动，但情绪不稳定也要变大，这就让我非常的情绪难以稳定。就有时候我只是不开心，鼻子就变大了，我就很委屈啊。不开心都不行吗？我都没有权利不开心吗？鼻子又大了，我就知道抱怨也不行。
老实说，整容能不能改变命运，我真的不知道哦。但整容真的可以改变性格。反正我整容之后，我就没有跟别人吵过架了。我怕人家打我假体。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跟那种一看就是整容脸的人交朋友，因为我知道假体越假，那脾气越好。毕竟他的软肋就在这里啊。所以我甚至在想象哦，未来整容其实可能成为一种管理手段。那些喝酒打架斗殴的，与其给他们留底，不如给他们植入假体。服苦役不如服美役。一个人滴酒不沾，作息规律，情绪稳定，怕被人打，基本上就告别犯罪了。戴上假体的那天，那就是重新做人了，做个美人，也做个好人。我以后整容都不叫整容，就叫社会改造。每隔一段时间还可以给他们叫回警局观察一下面相。鼻子怎么变大了？最近是不是变坏了？不要狡辩，你这个就叫相由心生。就说这个，其实主要是因为近几年哦，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对整容的人态度是越来越差了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这种人具备坚强、勇敢、不得不善良的美好品质。请苍天变中间。逃离环境谈自由，如果有人一边对我评头论足，一边就叫我保持自信，我只能说，这个不算主体性，算假体性。我对这种话有排异反应。哎呦，其实我不满意的从来不是我自己，是那些不友善的眼光，因为我太渴望被这个社会接纳了，所以明知别人的眼光是深渊，也忍不住凝望。我无法闭眼，因为我的双眼皮也有后遗症。现在好像一被认出是整容脸哦，就得 say sorry。我一点都不 sorry。我幻想用高鼻子被爱，有些人用高收入，有些人用高消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体。哦，不要再互相凝视了。换社会，感受我们的凝视吧。谢谢大家。再次掌声送给小静。小静在这段表演上结尾还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哈。对，因为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说没看我摘过眼镜的啊，然后就问我说那个眼镜是救过你的命吗？我正面回应一下啊，是的啊，我当年掉落悬崖的时候还要戴个眼镜。所以其实就因为从小就戴眼镜嘛，我之前记得布姐讲整容的时候有说那个她从小一直用刘海遮哦。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就用刘海加眼镜遮自己的脸，然后我觉得这个眼镜就是我剪不掉的刘海，所以我今天就很想用这么一个设计来把这个表达出来，是吧？特别棒。小静就是写的非常直接，就是你的叙述方式也很直接，描述的也很直接，然后表达情绪也很直接。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你这个人也现在很有勇气了，所以。敢讲这样的话题，其实是蛮自我暴露的一个。对，我知道一讲这个大家会紧张，然后我也很想讲这个，因为我觉得社会不能一边给我制造焦虑，又一边嘲笑我的努力。可是这就是社会啊！是，它就是这么的荒诞。对，我觉得这样子我也没有遗憾。对，我猜到大家会害怕，但干嘛的啊？但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谢谢，辛苦你们了，吓到你们了，我不好意思。因为中间有一段，大概你预测到大家会毛骨悚然，然后你突然说这不打过麻药了吗？对，那一下接的特别有意思。对，
然后那一下其实就把前后的那种紧张感给卸了好多，那块非常的聪慧，非常棒啊！谢谢。哦，我觉得小静这一季特别像一个复仇女神，对，就对过往所有的可能伤痛、不公那些不美好的记忆，就是我来复仇。谢谢。我很喜欢小静的那个节奏，就是你们看我吧，哦，她能够掌控全场，喜欢小静这个复仇女神。谢谢。今天的设计是美杜莎哦，有很多蛇哦，你们有感受到吗？哦，美杜莎，来吧 ，Evil Queen。我觉得很厉害呀！我觉得就是这种直言不讳，然后也不跟你绕弯子，然后直接就把这些事情给你去剖开去说。他的感觉就是说你害怕对不对？来，我给你开始讲了呀，然后就是有一种脱敏的感觉。而且最后落的那句话真的会让我心里觉得，哇，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体，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可能都为了各种无论发生的事情还是遇见的情况，都会强行的给自己身上硬装上很多东西吧。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情的。来，掌声送给小静。谢谢。看一下小静获得的票数。165，小静要进入到等待区。没关系。我觉得很体面。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说整容听起来就很吓人，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我从小听到的话吓人。人与人之间的审判哦，比刀子吓人多了。小静真的是在这舞台上把自己完全的撕开来给大家看，需要极大的勇气，把自己内心最伤痛的、最失败的、最不堪的很多过往讲出来给大家。但的确，他今天坦诚，有些可能吓到大家，但是也没关系吧。这一季谁还会记不住陈小静呢？我觉得小静这一次，小静回宫挺成功的。按照目前的排序，我们要恭喜侯志远、侯哥进入到晋级区。这不是进决赛了吗？好，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故事比较长。去年大家知道他们家房子破到了刘禹锡都写不出来陋室铭，但是这一年好像也没再讲他们家的破房子。今年有没有后续？掌声欢迎小四爷。大家好，我是小四爷谢谢。我去年在节目上讲了，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很破，很自卑什么的，但是其实在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家就有电脑了，没想到吧？我家的陋室居然是机房，电脑是我爸买的，我当时知道他买了台电脑，第一反应是很疑惑。你们还记得当时我家房子有多破吗？记得，是用石头泥做的，破的屋里甚至会有很多小动物，壁虎、蝎子、蜘蛛什么的。小时候我玩动物园里有什么，从来没输过。这么破的房子，正常人攒了点钱都会想办法先盖房子，对吧？对。我都怀疑我爸高中在学那个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时候，是不是把书拿反了？这电脑和这个破房子真的很不搭。就如果有小偷进我家，他看到电脑想偷，肯定毫无负罪感。他会想，哎呦，他们家电脑也是偷的吧？不仅不搭，在这么破的环境下玩电脑，还有点惊险。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手里握的是鼠标还是老鼠。救命啊！后来听我妈说，这台电脑是我爸买给我的。我爸当年本来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后来家里没钱了，他就只能辍学，他只能很不甘心的留在这个小山村，他不希望我也这样，所以就买了这台电脑，想让我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走出去。
我说你确定买完电脑还能供得起我吗？啊，虽然买电脑这个行为很奢侈，但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电脑很稀奇啊。村里很多人家都开始住楼房了，只有我家有电脑。但很快就不开心了，因为买完电脑才发现没法装网。我爸去营业厅，人家说你们村太偏了，单独拉一条网线成本高，只能办无线网卡。我爸问多少钱，他说价格翻倍，要3000。3000太贵了，我们很想装，但当时要是办了无线网卡，就得把电脑卖了。就这样没装上网，没网的电脑玩起来太痛苦了，根本就没什么好玩的。本来买电脑之前，我爸还担心我有网瘾，他还警告我，他说你一天啊不要玩太长时间啊，你不要沉迷。没法装网，我特别想问他，我是那沉迷开关机吗？没什么好玩的，我只能玩系统自带那些小游戏，扫雷、蜘蛛纸牌。但我不喜欢玩蜘蛛纸牌，而且我一想到蜘蛛我就更难过了，连他都有网。只能玩扫雷，扫雷也是强撑着天天玩。村里小伙伴安慰我，他说没事，你天天玩扫雷，天天玩扫雷，说不定你能完成世界第一。关键是不联网，谁知道我是第一啊？这些游戏玩腻了，我在家就只能盯着电脑上那些软件干瞪眼。我的电脑，网上邻居，看到这个软件名字，我觉得他太可怜了。这个软件他在网上没有邻居，他的邻居是我的电脑。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啊！我爸隔3差5就去镇上问什么时候能装网，问了1年，网线拉到了隔壁村，人家才终于不嫌远给我们装网了。我爸觉得装了网能帮助我学习，不想再让我像他一样做个农民了。可是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能用来学习。我就天天玩游戏啊，那个时候流行 QQ 农场偷菜，你们知道吧？但我爸看到玩这个游戏给他气坏了，他说：“我给你装网就是不想让你种地。”虽然没帮助我学习，但是在其他方面帮助我很多啊。比如以前因为家里房子破，很自卑，都不敢交朋友，也不敢带别人来家里玩。但是自从家里有了网，这太稀奇了，没有人在意房子破。你光看我家外面，原始部落，一推开门，科技硅谷。大家都要来玩，我就变得自信了很多。这不是普通的自信啊，这是科技自信。虽然环境一般，但是 IT 产业很发达。我家就相当于是我们村的印度。其实我不是穷门，我是婆罗门。之前啊，村里有个小孩觉得我老实，总欺负我。现在他为了想玩电脑，对我毕恭毕敬啊。他每天都会来我家看我玩电脑，因为我一次都没有让他玩过。不过现在想想，我不应该这样的，对吗？我起码应该让他玩一次，对吧？然后再也不让他玩。好邪恶。还有之前嫌我家房子破的同学，他也想来玩。我说你不是嫌我家房子破吗？他说哪破了？说你家现在谈笑有鸿儒，对吧？何陋之有？1年的敲拜。
我去年几乎一整季都在讲关于穷的段子。前2天在咖啡厅写稿，还被观众拍到说我塌房了，因为他说我用的是苹果电脑。哎，其实这个电脑是我4年前刚来上海讲脱口秀的时候买的。啊，那个时候虽然很穷，住在上海郊区11号线的终点站，一天只吃2顿饭，但是我为了方便写稿，攒钱买了个6000多的 MacBook。消费观念和我爸当年一样。哎，这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病。1到20-30岁就开始豁出去了买电脑。我爸不懂电脑，但是他觉得这个电脑比他更有本事，他希望电脑能替他把我送到更远的地方。啊，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也想让他能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只让他走出来看1次啊。然后再也不让他出来啊！啊，这是开玩笑的。我只想让他走出来1次，是因为我想让他留下来。啊 ，OK， 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可以的，可以的。来，各位为小四爷，就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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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太好了，这篇。谢谢，谢谢，谢谢。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四爷，谢谢。很少看到一个 callback 用1年哈，何老师呀，这是老 back 了，哇，太棒了啊！而且都在期待他说出那几个字，就哇，说出来声音，哇，他终于说出来了。哎，还真是哈，就感觉拍点实在是太多了，一直来来回回，什么我的电脑啊，然后网络邻居啊，是吧？我觉得太多了，好精彩，笑得很开心，但是又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是的，刚有了电脑没有网的那种开心快乐描述的。对，哎，小四爷，你电脑玩的还不错，你教过你爸爸妈妈玩电脑吗？现在 talking 环节我不太敢说话，为什么？为什么？瞿颖老师又不在。因为现场朋友可能不知道，就上一期我 talking 太炸了，把下一位选手淘汰了。装货。好大手哦。没有，咱们今天不会聊那么炸的，没事没事。那你保证不出梗啊？谢谢，那我可以回家了，拜拜。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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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对，回来吧回来吧，没有人拦你，没有，甚至都没有拉你，我都没有去拉你。哎，大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有3位脱口秀演员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要当心啊。这3个人分别是海波，永远不说话；高寒，永远冷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理你啊；和永远都会理你的小四爷。小四爷可爱聊了，但是他们几个人以前都爱攻击你啊，现在好多了。鸟鸟支持他，鸟鸟上。我也是想分析一下小四爷的写法，就像一般写段子会倾向于在铺垫里完全不透露梗的内容，比如说开关机，你前面虽然铺垫你什么都干不了，但你一直在回避这个词，以在开关机那里出梗，但是你又有另一种梗的写法，就是我的电脑，就是你在铺垫里出现过我的电脑，但是你后面到梗的位置又重复出现我的电脑，还是有效果的，就是你的节奏是比较独特的，所以你可以有2种出梗方式，还是挺好的。谢谢谢谢，啊，我想对小四爷说，去更远的地方也要好好对自己。如果写稿累了饿了，就可以来一碗茄皇。因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一桶有约1颗阳光番茄，汤底酸甜浓郁。电脑要用得好，你也得吃得好。好。好，行。好好说，小四爷，你变了，来变回来吧。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是小四爷这一季，我会觉得就上一次的小四爷又回来那种感觉，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个确实是去年剩的稿子啊。被看出来了。尤其最后那个熟悉的味道，哎呀，瞬间还有点感动，就是很开心。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四爷得到的票数是184，找保守点。
198，200，192。201，到手了，到手了，到手了。到手了，到手了，小四爷，201，201，哇！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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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因为小四爷是当前全场的第1名，所以恭喜小四爷成功晋级总决赛，进入到晋级区。拜拜，厉害！我们小四爷终于醒了，那句话4个字儿，那个河流之友，一下就特别像演唱会的时候，大家终于安扣曲出来了，听见的那首歌了。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自卑不就行了？我什么条件，你什么条件？你知道每天吃几顿饭吗？何陋之有。现在这个时段应该就是四爷的时代。小四爷年度第10名。给明年的自己留下一句话吧。希望你能满足观众的期待吧。焦虑困惑，去年可能是担心被淘汰，今年会担心，如果只是晋级的话，可能不够，你还得表现好才行，对吧？没有，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是小四爷这一季，我会觉得就上一次的小四爷又回来那种感觉，我就很开心。刚我跟周深在聊，我说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梗可以跨越1年，当他一说出口，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很过瘾。哦，我想哦，原来脱口秀是可以这样的，它可以成为一个经典。这个其实也怪我对自己太自信了，我以为我能写的又快又好，对，但是其实前面每一轮好像都没有打磨得很好。我也看到一些观众评价，就觉得你只能讲穷，或者说就是你有钱了之后，感觉写的东西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就是不希望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希望总决赛讲一篇跟穷没有关系的，或者说是在自己身份转变期的一些想法。抱歉，抢位区的李梦洁老师，你已经主动进入到了等待区。早来了。来，各位，保持好的状态，辛苦各位。因为马上要上来的这位朋友，需要沉浸式才能感受到他的魅力。王大刀。谢谢大家。你们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吗？相信。我爸信。我爸妈在我小学离婚之后，我就跟我爸分开生活了。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一封信，让我努力学习。信里有很多励志的话，像绅士一样的玩耍，像狗一样的学。加油努力，把富家子弟挤到3本去。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不是分数线。另外，很多富家子弟本来就在3本。信里还有很多鸡汤，我不想看，也不回信，他就开始往信里面放钱了。3张崭新的5元人民币。那些信有很多页，我印象最深的只有那6个字：中国人民银行。努力之后，终于考上一个还行的高中，老爸欣喜若狂，从此来信更加密集。我压力真的很大，但财务状况还不错。他说努力就会有收获，我学了一段时间，发现并非如此。我当时在实验班，成绩是倒数第2。老师上课说的话，很多时候听起来就像实验话剧的台词，你能听清，但听不懂。
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什么意思？视力差就去配眼镜啊！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听不懂，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感觉大家都懂。老爸在信里面强调要不耻下问，意思就是要勇于向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问题。我立马就去问倒数第一，他说：“你问我，你什么意思啊？”我就去问老师，老师讲了一遍，我还是没懂。他不是经常说一道题看你会不会，就看能不能把别人讲懂吗？他也没懂。白天上课，晚上就做题，这道题不会做。老爸在信里说过，这道题不会做，就抓紧做下一道题，下一道题也不会做。做到后面题都有点不够了。这种情况，大家一般就会看答案问老师，但我已经不方便问老师了，老师也有点不够了，我就硬想到后面，我就想是不是题干有问题，应该可以问了吧？结果老师当天就对我提出表扬，那道题的题干真的有问题。从那以后，我就老怀疑题干。老爸常常在信里面提醒我说，时间很宝贵啊，所以我都是跑着去食堂的。我一天比一天跑得快，努力真的会有回报。学校的田径队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我说不，我要学习。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之后，我问田径队还要人吗？怎么会那么努力？成绩还那么差，太丢人了。我就不应该怀疑题干，应该怀疑自己的脑干。高考越来越近，老爸周末来学校看我，我说爸，我好像有点笨啊。我爸说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啊，我们都不说。爸爸给你想办法。我说爸，我想要6个核桃。第二天我爸给了我12个核桃。他说你吃吧，要是喜欢有用，爸以后给你多买点。我说是得多买点。可那核桃太硬了，我用牙齿咬不开，拿锤子砸，核桃跑了。好不容易砸开，里面都发霉了，全是萎缩的小脑。我爸一开始给我送鱼汤，那个鱼特别臭，我感觉那个鱼是吃螺蛳粉长大的。但是我想这么臭，肯定有奇效。我全部喝完了，晚自习上着，同桌突然不见了。去挨着别人坐了。我努力回想整届晚自习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发现他好像一直都在用嘴呼吸。我立马就去买口香糖，我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他说你先把嘴闭上。好难过呀，本来成绩就差，现在人缘也不好了。高考终于结束了，成绩出来，是高3一整年考得最差的一次，我很难过。我爸说，太不公平了啊，高考怎么能只考1次呢？你再给爸1次机会。爸，我说爸，要不你去读吧，我想上班了。高3真的好痛苦啊，你们高3痛苦吗？痛苦。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爸能少给我写点信，
我压力小点，说不定能考得更好。我妈最近在整理我爸给我写的信，说：“哎，你爸当年高中开家长会，居然还做笔记，拍了一张发给我，记得是班主任说的话，说孩子是世界的未来，希望咱们班的孩子都能做一个有心人。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是有心人的世界。我们要一起努力，把富家子弟赶到3本去。”这句话肯定不是班主任说的。大刀是个好孩子，很爱问问题，要坚持下去，就是要注意一下个人卫生问题。我说妈，我印象中根本没有这封信啊。他说因为那会儿看你压力太大，你爸给你写的信我拦截了一半。我说妈，还好有你。那你能把信里的钱还给我吗？谢谢大家，我从乐乐。来，各位抓紧时间，投出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钊。哎，爸爸这个平时老给您写信，他是为练字儿吗？还是说为什么？他有一封信是这样的，就有一封信很简短，就说乐怡，今天是6一儿童节，祝你6一儿童节快乐。然后这是你度过的最后一个6一儿童节，因为18岁了嘛。然后下面是一段6一儿童节的百度介绍然后说没关系，过不了6一儿童节，你将迎来5·4青年节。然后又是一段5·4青年节的百度介绍。我感觉他有时候就是想练字，真的是想练字，真的是。爸爸在重阳节等着你哦。没有，我瞎说呢。但是就是大钊，因为这一季我一直用这个词，我觉得用在您身上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容太合适，对于我来说很合适。您那种白痴的幽默真的很好笑。就是说他有时候啊，哎呀，我有点激动个啥呀，在这儿就是。有至于这么感动吗？他说好。包括大钊最擅长的即退即步，对，往前走几步再回去。哦，然后自个儿怎么了？就是那种我好喜欢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他自个儿一个人在演慢才，你知道那种感觉？哦，对哦，对，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精妙的白痴，是一种天才的表现，是这个意思啊。是简单的快乐。然后非常准确，然后所以说这一季我非常享受于您的每次演出，那些东西流连忘返，而不是匪夷所思。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进步，特别棒。谢谢。我也觉得大钊今年进步很大，而且感觉你在段子里的一些描述都特别精准，而且你描述一些场面的时候也非常好笑，比如核桃跑了呀，类似这种，就是让人很想不到，但是又很细节，但是生活上其实你细想是有共鸣的。是。但可能我之所以没有拍灯，就是因为我只有1票嘛。我觉得你的舞台人格建立得很好，然后你的戏剧腔的表达也很有特色，所以你的一些梗可能放在其他选手演，并不一定有很好效果，但你演就效果特别好。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可以加大一些信息量，就不用太依赖这个东西。我觉得对的，说得太好了。这样的话，你的受众可能会更广，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观众喜欢你嘛。就我觉得你信息量上再平衡一下，可能会有更多。好，谢谢娘娘。我昨天在他们效果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一篇文章，读了笑死我了，推荐大家去看，是孙书恒写的《王大刀》啊。那篇文章简直巨搞笑。他说那年他去昆明演专场，请他当地推荐一个人做开场演员，要求怪的。然后王大刀上场，他说王大刀上场之后，他说那个大刀阔斧、大张旗鼓的演了几分钟以后，剩下一个柔弱的、无助的文本型演员在台上要演接下去的60分钟，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篇文章真的就是写活了王大刀，他就是一个在舞台上他能够如入无人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贵的一个品质。大刀你永远会是一个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你，可能会有一些人 get 不到。
但是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非常好，就跟唱歌，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周深，这个特别重要。对，我觉得你得保持下去。是的。但袅袅刚刚讲的很对，就信息量，但是加了信息量不改变你的节奏，因为你的节奏特别可贵，没有这个节奏就不是你了。就是其实你是自己在这个舞台上，你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怀疑你自己找到的那个自己或者找到那个东西。而且我时常都觉得，真的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大刀的线下的巡演或者线下的演出，因为他真的现场的感染力非常非常非常强。是，咱们一起去。我最后再说几句话可以吗？就是我还是会想非常感谢一下那个瑞瑞，就是处理核桃的那个，想要6个核桃和12个核桃。就我爸其实现实中他其实买了20斤。对，但是如果说12个核桃，可能更能把那种荒诞给点出来，然后他就提供挺多帮助的。谢谢瑞哥，谢谢瑞哥。来，我们来看一下王大刀会在什么样的位置。很棒，不错。哇，进了！我们首先要恭喜王大刀晋级总决赛，进入到晋级区。哎，大刀还没到吗？没呢，我找不着他。啊，这备赛马上都要开始了。大刀呢？师傅，你要看到王大刀了吗？王大刀啊？不是，没看见。王大刀。王大刀丢了，你们有看到王大刀吗？衣服在那儿。请问你认识王大刀吗？先报警吧。对啊，我们大刀应该跟那个关羽那个大刀差不多高，头发也太油身太飘逸，就永远很酷啊。他是一个肢体动作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我听到有人突然说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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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率是王大刀。但你能说他怪吗？怪。他怪在哪？抽象。比如说，他说他爸送了一只鱼，他是演那只鱼，我说神经质。当然，刻薄的话，或许。哦，先占地，那是因为你用人类的这些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人就可以了。不是，我不是说骂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不能被解剖的人，也不要试图剖析他。你会想尝试捕捉一片云彩吗？云彩就是冰嘛。你把每一片云彩都捕捉下来，这个世界上就全是冰了，就没有云彩了。云彩就是云彩嘛。就是解剖幽默，就像解剖青蛙一样，没有人在乎结果是什么，青蛙也死了。不要让这个青蛙死掉。如果你找到他，也可以不联系，你们就好好交朋友，先感受一下他的真诚。如果受不了了呢，再给我送回来。对，好，用陈奕迅的一首歌词：若你喜欢怪人，他其实很美。这是大刀。这都写的谁啊？不认识。隔壁那谁是不是把我的宵夜偷了？他没偷。他没偷 ，tomato 番茄。那阳光番茄呢 ？Shine tomato 被做成茄皇了，因为每桶茄皇里都有约一颗阳光番茄。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茄皇的汤底果然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为啥脱口秀演员这么爱吃茄皇？因为番茄有梗。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各位，因为目前我们奖位区中出现了丹妮和林琛的同票，所以2个人要继续在奖位区等待。接下来的这位脱口秀演员一如既往的抽象，
大家想要看他的脱口秀表演，必须跟好他的节奏。掌声欢迎曹国。大家好，我是曹国。我知道我长得比较突出，每次一聊到外貌的话题，我觉得就挺突兀的。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秃鹫。其实我刚开始秃顶的时候，感觉我整个人都变得敏感了很多。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找机会讽刺我。比如有一次我去面试一个工作，对面的 HR 就问我，他说：“曹国，说下你都有什么亮点？”我当场就不开心了，我觉得他就是在讽刺我，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调整了一下我头的角度，用我的额头把阳光直接反射到他眼睛里。之前我读书的时候，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去鬼屋里玩，他们都说自己特别的怕鬼，所以我就很想向他们证明我胆子很大，完全不怕鬼。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鬼屋里的鬼是可以还手的。我有一个毛病，段子之间没有过渡。我特别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空调随我怎么吹，特别的舒服。一个皮质的椅子可以倒下去那种，特别的舒服。唯一让我不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因为他总是喜欢一声不吭的出现在我的身后，然后突然问我为什么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其实我是去蹭网的，老板办公室的网是真的好。后来我给自己家也装了中国移动超千兆宽带，打游戏、看球赛、刷视频，加载不转圈，特别的丝滑。家里网这么香，我都不去上班了。之前我在美国留过学，亲戚朋友都很喜欢问我关于美国生活的问题，比如他们经常问我：“曹国，你晚上一个人出门碰到黑人，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针对黑人。你们难道不觉得晚上出门碰到一个紫色的人，其实更可怕一些吗？请跟上。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些段子听起来不像是编的，对吧？我承认，在美国晚上的街头不可能碰到紫色的人，因为美国治安差，灭霸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知道什么是猫屎咖啡吗？就是猫吃了咖啡豆之后拉出来的咖啡豆，据说冲起来特别的香。我非常喜欢喝咖啡，我家里养了很多只猫，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咖啡豆，拌在我们家猫的罐头里面，骗它们吃了下去。接下来我们家的猫3天3夜都没有睡觉，喝了几杯猫屎咖啡之后，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口特别的臭。脱口秀不能只是搞笑，还有表达。这句话真搞笑。这太好玩了吧！结婚了很多年，我也学会了很多夫妻间的相处方式。比如有一天，我听到我的老婆在里面试衣服，她说：“哇塞，这个裙子去年还可以塞进去，怎么今年就塞不进去了？”我当时就想玩个小幽默，我就跑过去对她说：“因为你就是个小肥仔。”他说：“你把那句话给我收回去。”Ja, is niet voor wachten, niet zo misschien. 关于原生家庭的段子我没有。前几天去买音响，音响店的老板给我推荐了一款特别高端的音响，他说这个品牌可厉害，最高可以发出4万赫兹的频率。
我说老板，人的耳朵不是最高只能听到2万赫兹吗？他说是的，2万赫兹以上的声音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然后他就开始放一段4万赫兹的声音，要我跟着他一起闭着眼睛感受一下。我当时马上就感受到他想把这对音箱卖给我的决心，但我就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准备转身就走了，就看到店门口一条狗在那里。其实我这个风格是现在最流行的短视频的风格。我知道你们不看节目，平时就刷一刷切片，我直接把段子写成了切片。我有个朋友在微软找了一份工作。年薪有80万，我就很羡慕他。我说：“哇塞，你们微软就靠卖 Windows 呀、Word 这些免费的软件，怎么赚到这么多钱呢？”他说：“你应该是用了盗版。”我说：“不对，我明明一直用的是绿色免费完整破解版。”家里的旧手机怎么办？我之前当过教培老师。上岗之前培训。公司要求我们，不管学生多难搞，你都不能骂学生，你要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去反思自己的问题。所以后来每次我碰到比较难搞的学生，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蠢呢？”前段时间我去社区办一点事，我之前当过教培老师，前段时间我去社区办一点事。这段表演太抽象了，真的。我很好奇鸟鸟会怎么评价我的技术。前天打了个网约车，司机在左边的小屏幕上面微信群聊，中间大屏幕上面刷短视频，感觉他整个人就在偷偷的开车。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刷到一条搞笑的视频，都要回过头来看我一下。我当时就给他确诊了 ADHD。我说：“师傅，我们2个人换个位置好不好？我来开车，你专心刷短视频。”师傅说：“不行，我不开车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刷短视频。”我这套表演是没有底的，因为短视频你是刷不到底的。我不能输。谢谢大家，我是曹国。厉害厉害呀！神奇的一段表演呀！我看了一个什么表演？给我划回来，给我划回来，给我划回来！来，各位，倒计时。感谢曹国带来的短视频脱口秀，谢谢。曹国，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你这期确实风格非常突出，从突出，非常有光彩，很亮眼。从深水炸弹到给那个马斯克写信，到今天好像彻底放飞了。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表演风格？我本来想就是说，反正每一轮都当最后一轮演，所以留下一个让别人能记住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嘛。然后我又想，怎么样能够写一个那种线上段子的反义词，懂我意思吧？就是最不符合线上这种标准的段子，作为我的作品放在这里，这是我的想法。很想听鸟鸟老师怎么评价他的技术。鸟鸟老师都笑哭了。你是不是很喜欢史蒂夫·马丁？对，我喜欢这种 one-liner 的风格，然后滑稽的风格。就是我看过史蒂夫·马丁，也是一个美国
著名喜剧演员的纪录片，他一开始也是讲很无厘头的段子，然后他会用一切方法，对他把那个插在他那个有一个双标在那儿啦什么叫？对，他会戴奇怪的头饰，然后也会弹琴，然后也会耍杂耍。但一开始没有观众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后来慢慢的接受了，就觉得哦，原来是很丰富的一种形式。我觉得你可能也创造了一种文化现象，就是秃鹫脱口秀。对，就是我觉得观众都能感受到一种态度吧，就是只要能逗大家笑，我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种态度也很感染人。谢谢谢谢。我觉得曹国很神奇，尤其最后他那个刷短视频的那个夸张动作特别的巧妙，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作用。首先，它的形式感很强，再有它很好的弥补了就是两个之间，如果就短视频的特点，如果不精彩的话就过去了，这梗不精彩也可以很快过去。就他讲的，我明白他的用处，就是跟所有的脱口秀的规则相反的一个方向。他刚才说了和线上对背道而驰，只要够极致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精彩的呈现。所以到最后，我完全被他震惊了。谢谢谢谢陆老师。喜欢啊，新颖啊，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就突然看到这个表演就醒了，就感觉看到了一个就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形式吧，而且就感觉到了曹国对这个的钻研也好，或者研究也好，就用一种不太主流的表演方式去表演他自己想要表演的一个比较有一点反庸俗化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人段合一的。然后我反正看得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曹国这个演出就跟星期二一样，星期二不三不四的。然后呢，周深，你为什么要问他？如果一个人 P 图的时候，你跟着 P， 你就变成了跟屁虫。然后呢，啊，你看看我的点评也可以这样说。然后你立马就有短视频式笑话了，对是吧？笑因为话大全。就这个 one liner 这个就是本身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像那个 Family Guy 还有什么 30 Rock， 他们以前不都是他们叫什么 cut away， 就是他们会中间突然间切入很多毫无关联的那些笑话。对，哇，大老师太懂了。我太喜欢了，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喜欢上，我觉得这个太混蛋了，就是太好玩了。因为说相声呢，以前在我心目中是一种逗女孩开心的方式。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它是个艺术，还是一个能够叛逆的艺术，是在于它完全可以不讲理。那个曹国先生勾起了我喜欢脱口秀，还有好多这种初心。我真的很喜欢听笑话。我甚至只喜欢听笑话，然后你知道，我好希望咱们办一个笑话大会啊！然后对，然后就大家就开始讲笑话，哇啦啦啦说。曹国最后还来一个就是那么有深度的一个还什么短视频的那么一个感觉哈，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你就要告诉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的。我们以为正确的事情不过如此，然后错误的事情我们都在经历，而且只是一堆人在说话，有没有人听？我在干嘛？然后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然后而且短视频看多了只会带来短视，然后所以说这件事都是这样，但是一切都不重要，重要就是在于。脱口秀无论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喜剧形式，得搞笑啊！笑话是最根本的事情，我觉得笑话是非常棒的。谢谢谢谢大老师。今天的表演让大家知道他敢，而且他愿意冒险，而且他有让大家笑的初心。掌声送给曹国。谢谢谢谢大家。来，各位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曹国的这些接不接？来吧。曹国，曹国，立地成佛。来看曹国的票数是。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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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180吗？后来两个人，是不是两个人？是两个，丹妮和林琛。恭喜曹国182票进入总决赛。哥姐来了，哥姐。在干嘛呢？在写稿啊。真的吗？在写稿。神经病！明明有着
着不错的五官，却因脱发而影响整体颜值。大家好，我是曹国医生，专注植发10余年。想要完美的发际线吗？点击下方链接找我咨询。点点 ，Hello， 请问你怎么看待世界和平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全球变暖？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听为笨蛋。非著名脱口秀演员曹国夫人随手关灯，能让世界末日来得再晚一点点。多刷短视频，为末日留下文化印记。他同时也严正声明，拒绝将意识上传至 AI， 因为网上怪人太多。地下肠子碎笑，我的肢体疯跳。这里没有逃票，只剩笑声尖叫。真实才是信仰，挣脱包装时尚。今天被我撕断了。它快细致边界，无厘头也发光。外力横冲直撞，逻辑照样讲爽，没有过度，不上价值，不是不想，是我不会。好笑要有意义吗 ？Underground， 野蛮生长，从地下出发，一路走到地上，靠自己抬到高手ran高，超过离地惩罚。而目前抢位区，丹妮和林琛将离开抢位区，进入到等待区。预备走，啊！滑走，我俩滑走了，不接不接。每一个赛段最后一位选手都是最难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累。这位接下来要出场的脱口秀演员是他主动说，他要最后一个兜底。哦，掌声欢迎步惊云。大家好，我是步惊云。谢谢张老师啊，确实是我主动要求兜底的，因为上一轮比的还可以，然后我可以选择任意位置的权利。我说大家录制现场会很辛苦，肯定最后大家就累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热爱喜剧，喜剧变了，现在这样就很炸了。我想多了啊。哎，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最爱的一个人，我自己。对，我现在得先说最爱我自己，其次才能说最爱我可爱的女儿啊。当然我知道所有妈妈都觉得自己孩子是最可爱的，但说实话啊，其实很多孩子都一般。妈妈有滤镜而已啊，我不一样，我很客观，我女儿真的很可爱。因为在陪孩子的过程中，我经常是把我的感受放他前面，所以经常为了自己能轻松一点，就对孩子撒谎。就像他4岁的时候，一直有个心愿，说想去海边捉螃蟹。我们一家专程去了趟海边，都走出那个沙滩几公里了，我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哎，这个螃蟹要离开他的家，来我们家喽。”我女儿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送他回家。当时火都想上来，我说：“哎。”我们一家3口来回6张机票，爸爸请假，妈妈调休，从西安飞到青岛，不就是为了抓到他吗？他说不行，一定要送螃蟹回他爸爸妈妈身边。我心想，早知道把他们一家3口全抓了。在孩子面前，我就是个毒妇。我当时一步路都不想走了，我说嘘，你听，螃蟹说话了。哦，你说放你下来，你自己能走回去？你看，你少骗人，螃蟹不会说话。宝贝儿，你想一下啊，螃蟹8只脚，妈妈2只，还是扁平足，你不心疼我呀？他沉默了。哇，我女儿真的好善良，她在母亲和寄居蟹之间难以抉择。我小时候骗她都没什么心理负担，但这2年不行了，我特别害怕我女儿长大以后说她原生家庭有问题。我现在在家里跟她说话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有一天晚上，她都准备睡觉了，我在电脑那儿写稿，她突然特别认真地问：“
妈妈，你这么晚还要工作，是因为要养我吗？我唰的一下都坐直了。这句话很难回答的，一不小心就能让他陷入自责跟愧疚中。但当时下意识的那些祖传的词儿就蹦出来了，什么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我硬是咽了下去。别说老一辈的词虽然糟粕，但它朗朗上口。当场就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关你啥事儿？哎，没有孩子，我也会努力工作的，知道吗？赶紧睡吧。他特别开心。好的，晚安。很明显，这句话说完，我俩都长出一口气，哈，差一点就成了东亚妈妈。我哄孩子开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玩具。前段时间流行拼豆，买，我前脚买了，后脚就爆出拼豆高温释放有毒气体。我说宝贝儿别动，让你爸去给你烫拼豆啊。什么水晶泥，流行啥我给他买啥。后来爆出这些都有毒，我女儿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成天不回家，回家就投毒。不太会给孩子买东西，但特别擅长给小孩提供情绪价值。有时候演出完回家已经很累了，他说：“妈妈，我给你弹会儿钢琴，让你放松一下。”我其实想刷会儿手机放松，不能扫兴。我说：“啊，好呀，好呀。”在外面喊着做自己，回家开始演妈妈。钢琴啊，我是一点都不懂，但我女儿弹的是真难听啊。哇，我能感觉到那是一首很欢快的曲子，但是他弹得断断续续，显得贼悲伤，自己老卡住，他还不好意思。妈妈，老师说我现在还是初级阶段。我说啊，这么好听还初级，肯定高级了。没有，才没有嘞。那我把这一本书都弹给你。我说啊，那也太幸福了吧。我女儿在前面弹琴，我就坐她右后方，开始微笑、欣赏的表情看着她，因为那个黑色的钢琴会反光。我看见我女儿一个劲在那个反光里面看我，我全程都假装陶醉，但我觉得聒噪。手都弹不利索，脚还在那儿一踩一踩，踩啥呢？我真服了。跟踩油门一样。说到踩油门，我好久都没出去在自驾了，我得抽空放松一下。我早都跑毛，我实在坐不住。我说宝贝儿，妈妈去个厕所可以吗？你都上了3次了，憋不住了。好的，你去吧。赶紧冲到厕所里，他在门口就喊：“妈妈，你上厕所干嘛要关我的房门呀？”我总不好意思说，因为你的琴声一道门都隔不住呀。骗他经常会相信，但我特别害怕女孩子会变成那种傻白甜啊。所以我上次带她来迪士尼玩的时候，她拿着魔法棒当了1天的公主，第2天直接带她去了上海公安的经侦博物馆。哎，我推荐大家去那个博物馆，里面还原了很多案发现场跟破案的细节。他都看呆了，为啥要杀害他呀？我也不好说，因为上面写了凶手是随机作案。赶紧胡说八道！我说，反正你记住啊，我们国家没有公主，只有公民。以后保护咱的不是魔法，是刑法，记住了吗？我老公说你行了，你看给他吓的，这又得去趟迪士尼了。其实骗了孩子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有一个事儿啊，我经常会回想起来。有一次。我在大众点评看到很多网友打卡丛林徒步，我也带女儿去了。哈，说是亲子活动，但去了很多情侣。果然，大众点评啥都能打卡。别人打卡浪漫，我打卡亲子时光。中间有一个高空秋千的项目，他说好感兴趣想玩，我就报名把钱交了。轮到他的时候，他就退缩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啊，几百块你不玩了？我就在旁边开始鼓励他，我说没问题，你最棒。我女儿就硬着头皮上去玩了。完了下来之后，那个导游就开始叫我说：“来，该妈妈了。”
我不想去了。我就看见我女儿下来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帮她解那个安全绳嘛，她就赶紧往我这边跑。她跑向我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她肯定也得说什么话刺激我。哎呀，我怎么样才能糊弄过去？结果她过来就一把抱住我说：“妈妈，你别去了。”我说：“啊，为啥？”她特别着急，又说不清。因为我不想让你有我刚才那种感觉。对，我跟你们想的一样，我真不是人啊。这个秋千我得做。我做完秋千之后下来，腿都在抖。他还在那问：“你很害怕吗？”我还嘴硬呢：“没有啊，好玩的很。”他说：“但是你喊的声音最大哎。”因为其实今年比赛真的没什么感觉了，不太会紧张，但这篇稿子还是很在意的啊，因为我女儿肯定会看到，她成天搜出我所有的视频去点赞，连骂我都赞。大家特别爱给小孩说啊，一定要听你妈妈的话啊。但我想说，我不想让我女儿都听我的话，因为我经常说谎话。就像今天，我是为了喜剧效果就骗了大家。其实我女儿弹琴真的很好听。谢谢大家，我是顾军，谢谢你们，辛苦大家。圆满，圆满。来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步惊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步姐，这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门口。这是我比赛比得最远的一轮了。哇塞！因为在我心目中，步惊云有好几次是那种振聋发聩似的演出，演的让人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他居然没进过半决赛啊！没有没有。所以比到这会儿，现在觉得有压力吗？没有，但这篇很想讲好，因为我想孩子的嘛，他也会看，别的他也看不懂，他就只看跟他的，他很开心。第3轮步姐也是最后一个，所以是有对朋友们，还有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们的那种关爱。对，因为新人可能在这个舞台更紧张嘛，所以我选位置的时候大家都选好了，我也不想再让他们挪了，你说演好就好了，我就最后一个上。步姐的女儿，看你妈妈多伟大，太厉害了。听见了吗？他很喜欢张大老师。谢谢啊。我很为步姐开心，因为步姐一开始也经历过自我怀疑，然后会担心不被接纳，然后现在不仅被接纳，还被期待，然后还接住了观众的期待，而且扛起了责任。我觉得特别为你开心，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只要一直讲下去，自己的进步总会被观众看到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希望你，就是我懂啦，娘娘。然后步姐一开始接前面曹国的表演，接那一下也很好，因为那个节奏是很难接的，就是一般的完整段子接在曹国那后面都会显得过于长，是过于正常吧？就是说不是长。对，因为我觉得我上来得打破一下，接两句，要不然直接上来讲有点对你自己跳那一下是对的。我觉得可能只有步惊云能接住曹国之后的那个舞台，因为你像一个母亲讲女儿，你会本能的觉得她会很容易往正了走。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听到一个妈妈蛐女儿，所以她很别致。像小雪那个也是类似这种，但是不一样啊。然后我真的很为步惊云感到高兴，特别骄傲。我就觉得真的自信啊、成功啊，可能都是最好的医美的方式。谢谢卢玉姐，谢谢卢玉姐。哇，当步惊云老师的女儿应该很幸福哦，就感觉所有她的世界就是一个完美的童话世界，就感觉所有在她世界当中发生的所有的美好，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妈妈，就让她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她就能够在爱的包围当中长大的一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福。希望吧。来，各位，看票数足以说明一切。来看步惊云的票数是。猜188。我觉得要191以上，要95，我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喜步惊云，第一次进入总决赛。哎呀，谢谢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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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哈哈！可怜我小诗玉了。哎呦，真是接不住曹国，太炸了！来吧，给我硬接呀！但我今天演下来，我觉得哇，今天幸亏我兜底，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接住了，而且也没有让别的演员难接，还挺开心的。哦，这篇稿子我那天写的时候还挺难过的。我是上一次听大道讲跟他妈的时候，然后袅袅不是 talking 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当时眼泪就下来。逗妈妈开心是孩子的本能，但不是孩子的职责。哇！我那天晚上回去就给我女儿发微信，就给她道歉。你在那处理工作或者在书房特别痛苦写东西的时候，我女儿会突然冲到我面前给你做那种鬼脸，或者说特别幼稚的那种所谓的游戏，她想让你跟她一起玩。我当时就觉得你好没眼色呀，没看出来我现在特别难受吗？特别忙，特别痛苦吗？她那天袅袅说完这个话，我说哦，原来我女儿是在用她想让我快乐的方式让我快乐，但小孩处理不了你具体的困难，他就是哎给你做做鬼脸逗你开心，我真特别愧疚，我就觉得哦，我都没有想到这一层。不是，我们家我妈就会跟我道歉，所以我也会跟我女儿道歉。我妈有时候惹我生气，让我伤心，我就不理我妈了，我妈也会跟我发微信，让我妈我今天不太会说话，你不要给我置气什么，就是一切都是以爱出发。就你如果爱孩子，你不会在乎我给你道歉什么这些事情。我现在觉得我慢慢就活成了我妈妈的样子，就是因为可能比我妈妈的信息来源的更多，比我妈妈受到的教育多，其实真的会很多东西就是会莫名其妙的相似。子豪，非常遗憾，你现在要从抢位区进入到等待区。便宜不？没，挺好的。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第4赛段的比赛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赛段很抱歉未能成功晋级的选手都是哪些。张静我有点意外，我也有点意外。陈火腿，太可惜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冯子豪、丹妮、林琛、李梦洁、瑞瑞、海波、张俊、阿修、阿赛、世玉、风心彤、陈小静、陈火腿、史岩，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留下的精彩的表演。希望各位继续把对舞台的热情带到线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线下继续支持脱口秀，继续看到这些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感谢各位。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恭喜小四爷、季业、TZ、小齐、赵月、贾浩、Seven、步惊云、小武、侯志远、曹国、高寒、王大刀成功晋级总决赛。希望各位在总决赛给我们带来亮眼的表现，再次掌声祝贺各位！脱口秀的夏天少不了聚会派对，仅朋友可见，脱友盲盒秀正在进行。前往效果小程序了解活动资讯，还可以为你喜爱的选手拍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周边。感谢朋友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各位，总决赛见。好久没过这么精彩的夏天了，就有点像高考，有点像考研，有点像结婚。热烈的是我，阴暗的是我，哀怨的是我，纯真的是我。我不是被淘汰了，我是被观众给成全了。
让我成为一个孩子心里的明星。希望你们能好笑，更好笑，一直好笑。我希望我依然是那个阳光的人。我想，不仅要带来快乐，还要有更多的滋味，大胆的去释放真实的自我吧。已经很厉害了，然后继续努力。明年希望你比现在更厉害。风心彤，你应该很为自己骄傲吧？因为不管怎样，你这个夏天都很有进步啊。说单口就是要不断的去看到自己在作为一个人，在一个过程中的那种不敢面对的那种羞耻，难以直抒胸臆的那种很细微的东西，那个是单口最有魅力的部分。这咋给你累这样？你咋真能耐呀？你可忒厉害了，还来那个轻轻叩响总决赛的大门了，只是就轻轻的敲，都已经就非常厉害了。有观众在，我才觉得我得站在台上讲我想讲的东西。今年的夏天，我希望明年比今年更热烈。那我们现在还记得您当时答案书上写的内容是什么？搞笑是一辈子的责任。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想问的问题？别想问的问题了，我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拿一次冠军嘛？都行，都好，都可以。还有李梦洁懂我的梦想。我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做喜剧？这是 Seven 的啊，先开一把游戏，挺好。咱们节目明年还有下一季吗？都是假想敌，全是纸老虎。明年如果我还来的话，会有观众溺爱我吗？哈哈，好，可以了，能翻到吕博伟先生的这个，也算一种缘分吧。啊，可以了。带吕博伟走进了这个半决赛的后台直播间啊。这一次的淘汰会不会是好运的开始？哎，哇，是我自己的，是我自己的那句。我以后肯定会经常梦见2026年的夏天，哈哈哈，我会梦见今年夏天那场雨的。还有一个，但这个也是毕业证书。因你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中表现卓然，特授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并授发此证。18岁那年的盛夏，藏着少年青春潦草的收笔。今朝台上，你用麦克风接住了往事释然的回响。至此，你终于与那个夏天握手言和。愿从今以后，你心里那个永远在考试的少年，可以放下笔，好好睡一觉。我还是会梦到2020年的夏天，但希望以后我会梦见2026年的夏天。毕业快乐！最后，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你是我今年这个夏天这个节目里边最开心能认识到一个人，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我应该起码跟你联系是最多，咱们平时一块待在一块时间是最多的，而且跟你一块能更放松，更这个松弛一些。咱们这个，哎呀，这干啥呢？这，哎呀，真绷不住了。我们这些刚来上海的，他其实要的很简单，就是他只是希望那种
悄无声息的融入，或者说也不是说非要融入，只是说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俩现在关系出乎意料的好，老夸他们，感觉有一种那种就是来这儿节目有一种小宿命。说实话，跟在部队打仗似的，战友。主要他这个稿子确实挺好的，然后，哎呀，也跟下雨应该是有一点关系。我现在当下的烦恼是那个吗？人类还没有攻克控制天气。建议冯子豪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然后尽量的歇歇，不用太拼。对，他段子也还挺多的。我建议林晨少歇歇吧。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能够感觉到布姐的心意，甚至他不用说出口，你就能感觉到。他经常跟你说话说的，你哪一个点触到他，他就开始掉眼泪，你知道吗？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脱口秀可能最大的魅力就是从来不会把他们当成同事，都是希望他把他这篇稿子讲好，为所有老人的进步跟新人的绽放会打心底开心。我觉得脱口秀给我最大的爱就是这一点。这就是我今年为什么要上台抢布姐做队友的原因。坚强的美杜莎，赶紧把泪眼擦掉。最稀罕我中专学历的是我奶奶，我大孙儿中专生，啊，上清华的都上不了他这个中专，啊，他老说想我，就不咋给我打电话，啊，问就说怕花钱。我说奶，咱用的是移动爱家亲情网，亲情一网牵，畅聊不花钱，还可以定制亲情短号，我设置了3个数，520，按下就会找到你爱的我。啊，他说不了啊，520我留给你爷了，真是被他甜到了。最后521留给了我。爱我多一点，这不愧是移动爱家亲情网，全家人的亲情热线，让家更有爱。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有请脱口秀男舞团。欢迎业主回家。你要毁了我吗？砰砰砰，打在我的脸上，打在我的身上，强制爱。在他们往冠军那个位置跑的时候，我伸出来腿，我绊他，自己看着办吧。那个奖杯降下来吧，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降到他的脑门上，戴上，谢谢。我是第1届单立人喜剧大赛的冠军，我跟谁说过吗？我说你这第1当的也不行啊。我是大王，信口雌黄。朋友们，这个人很没礼貌。大老师，大老师，你这什么东西这么恶心哦？别乱说话。这个比赛肯定只有一个大王，但这舞台上会有很多的无冕之王。究竟谁能获得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的冠军席位？欢迎来到毕业典礼，我们对标了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是你们今天的时尚总监，想穿什么样的风格？帅的，这个如何？过自己，不过。明导，帅！哇，太帅了！要整活了，我感觉。你人怎么能抽象成这样啊？我就把我的脚。
我发现我跟帅哥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季爷要生气了。帅哥是演不出这种感觉的。这个外地朋友不知道，这个是赵四儿的舞蹈。这是什么画面？咱们是一个毕业主题，穿校服有一种上老年大学的感觉。他写了一个小五爱接。季爷不要哭，不要太性感。郭永年，我选你。谁喜欢郭永年？大笨蛋才会喜欢你啊！大笨蛋才会选你。哎，我给你画一只猪，快点！我喜欢你们。哦，那么痛苦，还是熬过去了，因为有朋友啊。大王洞收官。各位聪明蛋们，入场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反向，找出托友当中的大聪明。大聪明就是投谁是大傻瓜？没输过。我一握他的手，手里有一个眼罩，手里有一个眼罩。咱们这给直接把他走出去了，啥玩意儿啊？横竖人物啊，夜生活你们啥玩意儿？大聪明将要接受今天的流放任务，就是全程带着大聪明的绶带讲一场开放麦。我未来1个月我不去，熬到节目结束。最终的大聪明到底是谁？当你还能够被考验住的话，说明那个价码还不够高。咱东北这边不能只有2人转，得整一个年轻人的喜剧。他们想让一个中专当大王。在内耗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大家都在夸我未雨绸缪啊。对你来说，去哪儿所有的通勤都是一场考验，是吧？让一个不能上桌吃饭的人上桌说话，这件事情就对我很重要。每个人的身后其实都是空无一人，也得和解。好人智慧心软，不能因为其他人经历过看起来更糟糕的事，就把自己的苦难渺小化。脱口秀配不上。在一切可能出现问题之前，你就先把一些边界设立好，别让观众失望就 OK。他带给你的款，你按时还上。更大声一点，让大家听到我们需要什么，为我们无论是自主心率还是电动心率都能始终跳动。当时就，差一点吧，就做简历了，就开始就要投简历找地方上班了。那个时候的破碎感有几分呢？10分。得6200多万吧得。这3年的心态啊，对，第1年是就得淘汰我，第2年是可以淘汰我，第3年是竟敢淘汰我。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他其实是我心目中就是进总决赛甚至是冠军的一个候选人。你有刷到这样的帖子？我刷到过，现在又有一种辜负大家的感觉，就是第4轮没表现好，然后第4轮就走了。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3选手线下聚会再次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限定惊喜，仅朋友可见。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和脱友们慢慢聊。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
尊重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哦，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此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聊一